欢迎两位哈。男朋友一直就这么阴郁？是的。是的，就喜欢他这样是吧？我喜欢他的是，因为他平时就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哦，你们俩现在在哪儿生活？我们现在在深圳。谈了几年恋爱了？1年半了。你们俩是同事是吧？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是我领导。你今天为什么来？我今天来就是他太死要面子了。他死要面子，然后爱我的就越来越少了，面子比我还重要。他做了哪些事让你觉得他爱面子而对你爱的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是的。然后他又是我的领导啊。然后在工作当中呢，他总是把最难的项目和客户给到于我。然后就因为你和我的关系亲密，是我的女朋友，我才会让你去做那些事情。因为刚好你在我管辖之内，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完不成业绩干嘛的，有困难了，我也会出来的。其实我是一个对金钱和地位没有那么看重的一个人工作呢也不会像别人那么的拔尖，业绩也不会说比别人差。但是我不知道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都拿我来当反面的教材，就会说我是咸鱼啦，不要像我一样在公司里吊儿郎当，在这里混日子，在这里躺平。其实我这也是为了保护你，我们有一层关系在上面，知道吧？我如果把好的活都交给他，我不针对他的话，在台面上不开会这样说他的话，别的同事就说我会给他走后门开小灶。那肯定说的是你啊，部门领导占女同事便宜啊，把好活给女同事啊，这是你的问题啊，你欺负这姑娘。我没欺负她。你当然欺负她了，那你辞职不干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她这儿受气？其实说实在，他也会跟我说劝我回去当老师。对呀。但是后面我觉得职场上我想去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嘛。行，咱们把工作上的事儿放一边啊，生活里对你怎么样？生活的话对我挺好的因为我刚来深圳，身上没有什么钱的然后我表哥是在深圳这边买了一套房子，他不在深圳住，然后就把房子借给我住了，让我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交往了这么久了，也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我就跟他说，我表哥现在已经不在深圳，我们就借这个房子当做婚房吧。他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晚餐，这样子还欠着人家的人情。你想一下，我们出来都多久了？表哥是表哥，我们是我们，以后还是要靠我们两个。刚好我们也差不多30左右了吧，来到深圳也10来年了吧，我们起码也有点积蓄啊，为什么老是寄人篱下呢？我就想把好东西给你，不想你老是住在别人家里面。我觉得表哥也不是外人嘛，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呢，没有跟我商量，他就去跟亲戚朋友借了这笔钱，东凑西凑，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下来了。所以他就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了一套房，是这意思吧？对。你是想把最好的给他，是吧？所以你觉得他是对你好？是的。那房子买了就奔着结婚去了，是这意思吧？是的。然后他就去我家提亲，我父母知道他为了房子的事情嘛，他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积蓄了，就给我们20万的嫁妆。但是他为了我们的面子，他就说自己身上还有点积蓄，就不希望我父母那么的辛苦。我不要你父母钱，不管是20万还是5万也好，10万都好，因为你嫁给我，我是让你过来享福的，不是受罪的。包括你家境也不好，对吧？我宁愿自己累一点，自己去想办法。但是我觉得婚礼就是走个过场啊，我就跟他说，我们2个旅行式的婚礼也不错，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愿望，我只想你给我送一个很大的戒指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又省钱的同时又挺浪漫的那我们就来一场旅行式的婚礼。可是他说要给我一个风光光的婚礼，有体面一点。你说婚礼啊，人生就一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是人生第一次，我不可能草草就会办的，我必须要办得风风光漂漂亮亮的。这样子你海南的朋友干嘛过来看到了我们这样子，他也会安心把你托付给我啊。像那种你说的戒指干嘛的，凑合着先用着，到时我赚了钱我肯定会买个大的给你的。就像你说的旅行一样，这个后面都可以一起的，都可以补回来的。人结婚就一次。但是你知道吗，主持人，我看到他这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他。他周一到周五了，在公司已经忙到很晚了，可是他想着周末的时候还去做一些兼职。这些兼职呢，就是一些高档的一些白酒、洋酒这些代理。他整日整夜的忙碌着，连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来还睡不好。我看到他，我真的好心疼他。我觉得我们
虽然说要结婚，但是我不都跟你说了，我不想要这么风光的婚礼。我知道你也是为我好，但是你能不能顾及到你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办这场婚礼至于让自己这样子吗？这不是每个女生都想要的一场很好的婚礼吗？为什么你就不想呢？我想把最好给你。但我只想要的就是每天他可以给我煲汤，我每天过得有滋有味的，回到家可以跟你共进晚餐。我只想要的是这一种，而他想要的生活呢，就是平时吃方便面，结婚当天来一个满汉全席。接下来的以后的日子也是平平凡凡吃方便面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乏味的，也没有劲。分歧很大的，是吧？是的。你想给的人家不想要，人家想要的你不愿意给，是为啥？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的是让他少受点罪，我多点钱。我们刚好在这个年龄是奋斗的年龄，而不是要那种17、18岁那种小女孩那种就谈场轰轰烈烈爱情啊那些干嘛的。我就想着，我只能抱起砖头放下你，我只能选一样先。这个要等到说你说的幸福那些，我之后补偿你。就是现在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结婚，是吧？对。那打算为了以后的将来的生活。行，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说，现在你们是要结婚还是不结婚？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我看他这样子，真的很心疼他。我也知道他为了这个家，还有为了我们2个人的规划。就是他现在很忙碌，用他的说法是要给你风光的婚礼，是这意思吧？是的。现在他在为一个风光的婚礼和房子的债务奔波，是这意思吗？而且把他的生活质量给降低了。哦，你希望的是说我们不需要那么盛大的婚礼，我们2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幸福就好了，是的。是吗？好，那我听明白了，这是争执的焦点是吧？对。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精神上的一个洁癖。怎么理解？就是他很喜欢叫我甜甜。有一次他的朋友也跟他一样叫我甜甜，他就很奇怪，背着我去跟他的朋友说，他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女朋友甜甜？你是不是喜欢他？是不是暗恋他？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你心胸为什么那么狭窄呢？还有一次我带他，还有一次我就是带他去见我朋友，而且我朋友男性朋友是很久不见了，人家只是夸我说甜甜，就是夸我几句，说我长得很漂亮，现在改变了。所以你的名字里有甜字吗？有。哦，那我明白了。所以他就觉得我现在长得很漂亮，就夸我几句。然后呢，他就说以后这个男生在的场所、在的场合，你不要在。我也是男人，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东西，不是奸情，非奸即盗。而且如果我像你这样说的，我什么都不管你，我算是什么男人？所以我觉得他很双标。当别人夸他的时候，他这个人很自大、很自恋。女性同事或者是他的客户、他的合作商一夸他的时候说，哦，你长得很像一个网红啊，你最近长得很帅，然后又拿到了什么项目，他就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的在那里显摆。我的朋友圈和你的朋友圈不一样，我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很少有外面那种乱七八糟的聚会的。而你呢，你的朋友圈 KTV 啊那种清吧干嘛的拍照都有，你不知道我们只是同事之间的调侃，我们什么都没有。而且你的朋友圈你也想一下，是不是都不一样，我能放心吗？但是我也给你看了，那彼此之间2个人如果没有信任度，你和他们是朋友，可是他们，那我有什么事情我也跟你说呀，也跟你讲啊。而且我们在这个阶段之间，我不想有任何的威胁插到我们这里来，我想我2个好好的在一起。可以啊，好好在一起就根据他的想法来办嘛，结婚不就完了吗？你们商量的什么时候结婚？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婚期就延后了。本来决定什么时候结婚？本来是今年要结婚的，现在推迟到明年了。哦，为啥推迟呢？就是因为他想给我一个操办很风光的婚礼，所以呢，他是想等到明年的时候再办理。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这1年多里面，他一直都是我的领导。我想接下来以后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听听我的意见，爱我多一点，包容我多一点。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能够一起商讨下去。好，所以不要再用领导的语气来命令我。所以你爱他吗？爱他，为什么不给他想要的生活呢？我以为每个女孩子都这样子，而且我是真的是用心去爱他，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反感。人家要的已经非常清晰了嘛，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嘛。人家没有要那些其他的东西啊。为什么那么想呢？
可是我想让他过得好一点。人家愿意跟你吃苦啊，人家没有说不愿意跟你吃苦啊。人家说了就希望2个人下了班之后回家在一起喝碗汤，那就是幸福的日子呀。人家不要你四处奔波呀，人家不要你就是为了挣钱连命都不要啊。这人家的想法你干嘛不听啊？那你欠了多少钱呢？100来万吧。哦，就只付了个首付是吧？对。还有贷款是吧？对。哦，那房子首付多少钱啊？差不多200万。哦，然后那你还就等于一半的钱都是借来的嘛？你们等于没有条件买房嘛？这么算下来。对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呢？租房子不也可以结婚吗？租房子，你一辈子还是租房子，还是租房子。女孩子她就想要自己。不是，人家没想要，人家说我可以租房子啊，那都是你的想法呀，你注意到了吗？问题的核心全在这儿啊，跟女孩子没关系啊。人女孩子说我可以住表哥的房，可以。他也是为我好这一点。这怎么为你好了呢？就2个年轻人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结婚背好几百万的债，这是为谁好？我其实算是一个工作狂的，就有面子问题也有一点，我也想给自己一点压力，可是我应该没有考虑到他想要的，没考虑到他的感受，给他闷大的压力。那这怎么谈爱呢？这结婚的基础在哪儿呢？我们结婚就是因为当时候的话，本来是已经交往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对我很好，也是为我这样。不是他怎么对你好？就是不管怎么样，有时候我忘记吃饭，他也会陪着我一起吃饭。就是有时候我工作忙碌了，都忘记了，他还会等着我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也会照顾我，对我也挺好的，就是那种很关照。还有就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也是在给我一个好的一个，就是让我的父母能够放心。不是，按他的说法，他什么都没给到你啊，他给你什么了？他也给我就是自己买了一个房子，自己背了一身的债务。那这一身债务，你结婚之后不是你们俩一起还吗？他说他要自己还，不用他没有让我还。包括他家里面给的钱，我1分钱都不要。他也不要。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赚钱。那你就赚钱去呗。你现在不适合结婚，你适合赚钱啊。等你把所有的钱赚到手，你再去娶她呀。等到钱赚到的时候，到时候什么样子？我而且很想和他在一起，很喜欢他。那你就很想在一起，那就面对现实呗。我们现在买不起房子，其他事情也不用太操心，我自己来操办就好了。不是你操办不了啊。我操办了，我自己可以去贷款干嘛？我自己有自己想法。不是你贷完款之后谁还钱啊？我还。你娶了她，你还钱，她怎么办呢？家庭的支出怎么办呢？还是我来。你告诉我，你1个月收入多少？方便说吗？1个月就15000打底的，因为我也做点别的。对呀，20万的收入，先把亲戚朋友的钱还了，5年白干了。贷款1个月还多少钱啊？6、7千，每个月要还。然后对呀，要还点亲戚的那些啊，对呀。然后我晚上其实可以去做点兼职，我都会代理做点别的。那你晚上一直在做兼职，谁陪自己的新婚妻子呢？我不忙的时候我就会陪。不是你不可能不忙嘛？你有那么繁重的经济压力吗？有时候，所以说我才想让他和我在一起，我就想看着他多一点。所以实际上面等于说，你想通过结婚的方式把他锁定。然后你再出去奔波挣钱，是这意思吧？也有点这个意思。那他要的是你对他的爱和陪伴，他没有要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强制给自己呢？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其实很想和他在一起。人家也愿意跟你在一起啊。我要不想，当时你看他朋友圈上面的，当时他有可能就会对我这种，他自己压力受不了，到时候他可能被别的朋友带走了。哦。所以他的逻辑是这么个逻辑，我怕你被别人带走了，所以我要娶了你，对吧？是这意思吗？你娶她是因为你怕她跑，是这意思吗？怕她跑。第二也是挺喜欢她的，想照顾她，想给她好的生活。不是你给不了好的生活呀，现在人家没有问你要。给不了，我就在这努力中啊。他也没有问你要优渥的生活，他爱的是你这个人，你还不明白吗？你这不是想把自己逼死，把他逼走吗？我们梳理一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对吧？女生其实来自双重的压力嘛，一个压力是来自职场的嘛，对吧？对。她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给你干，
然后他把你作为一个部门落后的典型批评，对吧？是。然后用他的说法，这是为了照顾你，就想提拔我的那种。哦，对，他想提拔你，他为你好，但是你心里很难受，对吧？对。第二个层面说，他说我要娶你，我要给你优渥的生活，靠我自己的双手来给你打造一个优渥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吧？于是他向亲戚朋友借钱买公寓，对吧？对。于是面对你家里面给你们结婚的一个支援，他不要，是吧？然后他说我加班，我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对吧？对。你说不，我不要这一切，我可以租房子嫁给你，对吧？对。我不要你这些所谓的物质条件，我只需要你能够好好的陪在我身边。是的。我们开心的一起生活就可以了。对。他说不行，我就算豁出命来，我要给你一个我想象的一个美丽的生活。我理解的对吗？是的。然后男生把这一切的动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优渥的生活？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很优秀。我怕他被别人抢走了，所以我才这样。我理解的对吗？是的，没错，是吧？对。好，面对这样一种矛盾，这个背后到底是爱还是别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人要面子、爱面子是一个普遍现象。你知道男人为什么要面子、爱面子吗？是怕伤到自己的自尊心。首先，这个男人，他吃苦、勤劳、努力、开拓，这是他的优点。生活在深圳，他想用自己的力量去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好生活，出发点没错。但是有没有顾及到要量力而行？是不是要用牺牲自己的健康去赚这份钱？他自作主张买下一套婚房，这是他对你的爱，虽然贷了款。他不要你们家的嫁妆，似乎是他的志气，一切似乎看了都是为你好。但是女生已经明确的表态，不买房租房可以，尤其是他表哥作为亲戚伸出援手帮你们一把，为什么要拒别人于千里之外呢？婚礼量力而行。对，女生认为两个人即便旅行结婚也是一种浪漫，也是一种幸福，为什么不可以吗？一切的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女生吗？在我眼里就是为了你的面子。你现在已经到了宁愿要面子，我不怕伤了里子。男人要面子可以理解，但这种要面子，你给我的直接感受，饿死是小，面子是大。我的婚礼就是给我所认识的所有人看，我可以给自己的女人轰轰烈烈的婚礼，能比吗？深圳比你富有的人成千上万，你和谁比？要这种面子，其实就是一种虚荣。你不要嫁妆我能理解，他不要豪华的婚礼你非要给他，你认为是爱吗？说到你们两个人的恋情，我能理解爱情来了无法抵挡，但是你是犯了职场大忌的呀。上下级一旦有了恋情以后，成为了恋人以后，是必须一方离开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单位。这不是潜规则，这是明规则。有很多的公司老板明确反对办公室恋情，是有他考量的呀。但是在这个当中，恋了就恋了，老板也认了。但你呢，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牺牲品，你以为你是不徇私情吗？你作为主管，你是不是做错了呢？看似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你好，但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真的，我希望你慎重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最后送你一句老话，死要面子
活受罪。问题不是自己受罪，得有人陪着呀。我跟你说啊，孩子，你要是真的一辈子打算跟一个特别自恋的人在一块生活的话，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因为他自恋，所以所有的决定都是他的主意，没你拿主意什么份儿了。还有，你还得配合表演。你去想想，你们每天开早会的时候，是不是你都得配合表演？是的。还有，你配合表演完了，你还得负责鼓掌。是啊。你去想，人家为了你的幸福都负债100多万了，您不鼓掌过不去吧？是的。所以不管你有多痛苦，请欣赏，请陪着扮演配角，请鼓掌，而且不许拿主意哦，懂了吗？一辈子这样，你想明白喽？一会儿你愿意从那门里出来，我肯定不拦着。然后我跟你未婚夫聊两句，您是受过什么伤吗？受过什么伤吗？啊，因为您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天天扮演大义灭亲，就想让同事们以为你刚正不阿。实际上在你同事们的眼里，大家都在怜悯你的未婚妻呀，就这想不开，跟这么一谈恋爱，这是得有多想不开才能忍到今天？哎，你让亲戚朋友们看一个特热闹的婚礼，哎呦，我多有面子，是不是特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大家看完了都知道，嗨，昨儿还跟我们家借钱呢。你看这婚礼大吧，他背了一屁股债，你以为人家不明白？你借钱不是跟亲戚朋友借的，你把自己当回事儿，咱们也得有理有面不是吗？你光有了面，里子呢？你借钱的债权人全在你婚礼的酒宴上，然后你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还有一点，你把自己当回事儿到你未婚妻的朋友不能当着你的面夸她，哇，你长得好漂亮哦，那不就是个客气吗？不就是当着你的面夸了你未婚妻吗？你有多把自己当回事儿，不许有人赞美他啊！还有啊，你有多把自己当回事儿，怎么住了表哥的房子，就算寄人篱下了，表哥好冤呢？你就算背一屁股债，你把一切都证明了，这里头有你未婚妻拿主意的份儿吗？你把它摆哪了？这得有多深刻的自卑，才能让一个人要面子到这种程度？这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衬托您面子的道具。再说了，撑到最后是多老大个面子啊！欠了一屁股债有面子吗？你这未婚妻哪天忍不住了，拍拍屁股走了，你有面子吗？他走了之后势必得辞职，辞了职之后，你在你周围同事里，你有面子吗？你的心理状态，第一个，过度的追求周围人的评价，从而你宁可忽视自己的情感关系里面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未来你是可以牺牲自己情感连接里面的那些人的利益，牺牲自己妻子，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满足自己在外人面前的评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里面是不顾及他人需求的，所以你那种强烈的自我牺牲跟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满足自我的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就直接剖析掉你所做的一切，你那个所谓的自我牺牲感，完全是为了自我满足，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要跟我说爱嘛，跟爱有什么关系？你都不听他说什么，哪来的爱？所以雷老师有一个话说的挺对的，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如果受过什么伤害，赶紧治疗，早治疗早痊愈，就这样。我很少在爱宝的舞台上有看到任何一个男生从一上来都是这样紧张的抱着自己，这个消极对抗的一个姿态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放下。包括你女朋友说你那个叫情感洁癖的，其实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警惕和戒备，哪怕是自己的朋友，你都觉得随时有可能会抢走你的女朋友，给你插上一刀。敏感又很把自己当回事，通篇他们都在跟你说爱，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爱真没关系，跟为你好真没关系，你就是个工具人，姑娘。你就是单位里头拿来时不时的就是可以杀鸡害猴的那只鸡，
然后把你给杀了，夜里再哄你一下，乖乖鸡，好好长毛，明天我再杀你一遍。你今天演的特别配合，你看那些猴子们听话了，通过不停的杀鸡，然后呢，让自己的在单位里头的威信增加，让自己的员工更加的好管理。你把他在单位里当成了一个工具人，接着你又去借钱买房子，又是一个工具人。假如没有这一个女朋友的话，你会借钱买房子吗？你可能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但是你不好意思呀。但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有一个女朋友，你看我们现在都住在他表哥的房子里，这个女孩各方面都不错，我要娶她，好歹我得有一个跟他表哥相似的小公寓来容纳我们2个人。就是因为有你表哥的那一套小公寓作为一个对比，所以借钱工具人你又已经完美的演变成了。他可以向他的亲戚朋友借来了这笔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他要的那个婚礼也不是为了要给你办的，那也是又一个工具人，就是我得让债主们放心，你看我能办得起这样的婚礼，我的女朋友我的新娘各方面还可以，所以你们不用着急要钱，我一定还得起的。同时高规格的婚礼可能可以收到一部分的礼金，那么又可以完成了我一定的这个敛财的一个任务吧，等等。还有，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这么穷啊？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呢？因为好不在你身上花钱，不用跟你出去吃大餐，不用跟你去节假日跑到周边小公园，不用带你去旅行，不用给你买礼物，他只需要流露出我很忙，我很累，我为了我们在打拼，我在努力还贷款。你还指望着你要钻石？该醒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故事，他们其实都不知道。你也知道我的为人。不是，你愿意给他幸福吗？我愿意。你有能力给他幸福吗？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对财富是极具恐惧的嘛。对财富的恐惧无非还有2种嘛。第一是疯狂的追逐财富，你有对不对？第2种就是财富来的时候疯狂的拒绝嘛。如果你真爱一个女人，他们家说我要嫁闺女，我家庭条件允许，拿20万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为了给她幸福去过日子，家里有这个条件愿意，为什么要拒绝？所以你的财富观是有问题，这是第一。第2，他说我要一个喝粥咽菜的生活，你说不，我一定要给你吃鲍鱼，因为所有的女人不都要那样的东西吗？你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你意识到过吗？有点问题。而且你口口声声说爱这个女人，可是你在职场你怎么对她的你很清楚。所以女生我觉得倒是该醒一醒了。你们可能有过很多美好温暖的瞬间，但是我听这女孩也没讲出个啥美好温暖的瞬间嘛。你仔细回想回想。所以你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一起进入真情60年。有可能我对你的爱可能是你不想要的爱，可是我心里也会痛。我为什么？有可能这就是我理解的爱。我想把最好的东西什么都想给你，有可能你不想要这样子的，你想要你简简单单的。我可能就是这样子很强势很压迫性的把你压在那里。可是我真的希望我们2个还能重新开始，我会为你做一点改变。只要你愿意改变，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谢谢2位，请回。国红兄，虽然我也知道等会儿肯定是双出，但是希望大家的话还是要听一听。这人家自己选的，保重呗啊！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
请亮灯。谢谢啊，请回，保重。请回，请回。